Hello，大家好，我是张泽天，欢迎回到小天章。我是这几年才开始喜欢上登山的。那真正开始走进这个世界之后呢，会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会慢慢认识很多也在爬山的人，也在喜欢户外的人，大家一起去爬山。那朋友呢，就会带来新的朋友。所以呢，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今天的嘉宾 Ada， 她呢是香港第一位登上珠峰的女性，并且呢，她还曾经速攀珠峰，仅仅用了25个小时50分钟的时间就登上了珠峰的峰顶，并且后来我才知道，她最早其实是一名中学的老师，她教授的是生命教育的课程。最初只是因为想要给学生身体力行的上一堂生命教育的课，才答应了学生们对他的这个挑战。那从那一次的承诺开始，这个登山才真正的进入到了他的人生。所以今天呢，我就请来了 Ada 来跟我聊一聊他背后的故事，以及那些常人无法想象的山上瞬间。Ada， 很高兴今天你来做客我的节目。朋友在给我介绍你的时候说 Ada 是香港第一位登上珠峰的女性，并且你是速攀珠峰的，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速攀和这个普通这个攀岩有什么区别？正常登珠峰基本上是用3天4天，甚至有人5天嘛。因为其实如果你上高海拔，一天是不合适上升多于800米的，去到营地1就要休息1晚，然后到营地2、营地3、营地4，然后速登是什么？就是从大本营直接上到顶，然后中间就不休息。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要什么速登呢，因为它对你的体能、你的风险意识，然后对你的整个团队，因为你速登只要有一点点的错误，你就不成功了。7年以来，我只成功过1次。哇，7年就是不停的失败嘛，然后失败再来，然后那一次17年是我第3次尝试登珠峰登上去的。就算哪怕速登，我觉得好像我跟团队的配合各方面，好像天气啊、体能各方面都可以，但也不是。我速登也是第2次才成功。然后你第1次速登的时候，其实你说还离终点只有50米的时候，你就决定下撤。对，因为那一次一路上我走上去，我是很感谢雪山的。我觉得哇，这一次这么顺利啊！我过了营地是整个状态是非常好的，整个团队都非常好。他们已经发信息给我的朋友团队说 Ada 速登成功。到了8700，我发现不对劲，为什么开始就起风，然后下雪？在很短时间，那个暴风雪非常强，我眼睛已经睁不开了。然后那个雪是从小腿，然后到膝盖，然后到大腿。哇！其实大家心里面已经知道，只剩下90米，我们就破了世界纪录，这是非常大的吸引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点觉得不对劲。虽然只剩下90米，我登上去没问题，但我在想，我们怎样下来？我就看着我的下巴，2个下巴，我们心里面都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下去吧。然后我记得他们离开前好像就眼神跟我说，我们再上来，我们还有机会。那时候我们看了顶峰，拍了一张照。然后其实我问我下巴，为什么我要在8750米拍照？后来他们说，就是我们速登到这也是世界纪录。对我来说，我肯定不会满意，因为如果我们上去，我知道我们有可能50%的机会，有1个人会永远留在山上。哪怕只有1%，我都不干。但我没有想过，我那一年我还有第2次机会，我的下巴也不相信。能在短时间内能速登2次珠峰，然后就以世界纪录这个速度嘛，因为身体承受不了。因为在高海拔，人体那消耗是非常大的，然后很难短时间能康复的。所以中间隔了几天，你们第2次尝试？我忘了是5天还是6天，只有5-6天。5-6天，你们就第2次又尝试登顶。对，然后这一次成功了。对，然后这一次其实我有一半的下耳巴都还在帐篷，他出不来。他们没有回复，反而没有恢复了。他说 Ada 你自己上吧，然后他们就用对讲机来帮我联系，就是别的团队你们有什么资源就给我们用。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 Ada 明天有2天好天气，你上不上，你能不能上？
我说我感觉我恢复的挺好的，我可以。你在第一次苏登，你都已经看见顶峰了，但是你决定下撤，这个知道什么时候撤退的这个能力和判断还是很难得的。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很关键原因，其实我是很享受登山的，我不介意再来一次。就或者是我更期待，或者是你很有信心，你觉得你再回来你也可以做到。对，因为我知道我是怎样走到那个点嘛，我很享受整个过程，所以我希望我再回来雪山，然后跟我的兄弟，因为我每一次跟下巴这班的兄弟一起，我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所以不是说价值意义不是在顶峰的。我很清楚，就是我整个登山最大的价值跟意义，就是在整个过程，然后跟他们一起经历。那最开始就是我们如果回到这个故事的起点，最开始是怎么样让你有这个想法呢？因为我知道，你原来也不是说以登山为职业，你原来是中学的老师，你之前你有分享过是想要给你的学生一些激励。我觉得那个时候学校比较特别，给我教育课叫生命教育。其实我是一个生物老师的，但他就会觉得啊 ，Ada 里就有挺多的精力，然后精力跟 energy 两种精力都有，然后他说那你就教这个生命教育嘛，而生命教育第一节课的题目就是目标。对，然后我就跟学生说那我们一起定目标吧。从那节课开始，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开始就不一样。对，你的学生给你提出来要去爬珠峰，你是立刻答应了，还是你回去做了一些研究，然后跟同学们又做了一些商量？当然不研究，我挑战他们，他们答应，他们挑战我，我那一刻犹豫都没有，我说可以啊。为什么他们会挑战我？叫我去登珠峰，是因为我说，分享过我之前骑过新藏线、川藏线，然后我经常去仰望珠峰。我说珠峰是我心目中觉得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就可能我心目中自己有个种子，然后我是从平时跟他们沟通的过程中，他们能感受到我对这雪山那种向往吧。还有另外就是我有个习惯，就是我一定要先答应。很多事情你要去慢慢思考，到最后一定是不做的。对，是的，你这样说确实是的，是的，是的，很多的事情三思了以后发现做不了，对，太难了。对，但是如果你不管3721，我先开始，我先迈出第一步，对，似乎有的时候这个路就被你走通了。对，然后主要是你答应后，你看见的所有的困难跟挑战，都是会冲着去解决的。那你回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你开始准备的这个过程。因为那个时候是9月份答应他们嘛，然后我研究过了，发现登珠峰原来是有冰壁的，也有要有这个石头的，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要去攀冰跟这个攀岩，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先别说什么雪山吧，我先学好这个攀冰跟这个攀岩这个技巧。接下来那2年，除了攀冰跟攀岩，我所有雪山都登不上去。然后回来，你试过好多次，我估计有5-6座雪山吧，都没有一座登顶。对，我现在想起都觉得有点搞笑。你是不是刚开始就是给自己？刚开始去尝试的雪山就太难了。没有，你不是按照一点都不难。比如说我要登4姑娘山、2峰，我连2峰都没有登上去，我只去到我记得应该去到4800吧。一开始接触雪山，我们走得很慢，然后这个向导就会走一下停一下，然后休息，然后把所有坏天气都等到了。就你快一点应该没事，但他就很慢，然后他觉得就游客嘛。登山就要很慢，然后去到大本营也要睡一晚，然后睡到第2天，我的朋友嘛，高反都睡出来了，然后我也只能陪他慢慢走，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对，都是一个过程，因为那个时候啥都不懂嘛，但我觉得挺珍贵的。对。那你那2年都没有成功，你当时的感觉是，哎呀，反正我都去了，我给学生交差了，我这都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所以没登上去。对，是这个，当时是这种感觉。对，我主要是要告诉他们这个过程。其实我不是以登顶为目标的，更想的是整个过程，我踏出了第一步啦，然后遇到困难，然后我把我每一次总结，
经验，我就跟他们分享。其实我内心深处甚至会想，为什么我会定5年嘛？就是我希望整个过程是跟他们一起成长，然后我遇到困难，我也是在成长。这个很好因为通常来说，可能我们认为老师就是要教育学生这些东西，他是已经获得了所有的这些能力，然后他来教我们。但你其实是跟着学生一起成长，你也犯错，你的错误也跟学生分享，然后你们共同进步。对，但学生就反而他会觉得啊，这就是做事情都会有困难，然后都是一个成长，都是一个学习。他们反而来安慰你。对对对，其实你说对，我一开始会觉得我是要来鼓励学生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后来是反过来，他们来鼓励我，来支持我。其实到最后，基本上全部都是，我觉得我的成功是学生透过学生鼓励。这种感情和关系其实很珍贵耶。是的，是的。所以那一天我是在就经过一个火车站，突然有2个大男孩跑过来抱着我，我在想是谁，然后原来是我以前篮球队，我们有5-6年没有见过面了。对，开心到一个点，哇，Ada为什么会碰到你？抱着我那个大男孩，我是非常感动。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没钱的，就登山嘛。然后他也知道，我也是很努力把工资存起来。然后那个时候他姐姐是在开面包店的，然后他就有一天他跟他姐姐说，我们今天的面包能不能帮 Ada 老师就义卖啊？所有的收入都是来支持 Ada 老师去登山，跟他们是那种感情嘛，哪怕多少年没见，都是很 close 的。所以前2年都失败了。然后从第3年开始可以登上一些峰了。我也等到第4年的时候，其实我印象中，我连登珠峰前，我有去登慕士塔格，是7500多600多的一座雪山，我也没登顶。对，我是登到7200啊，也没登顶。那你真的胆子很大你其他的峰都没登顶，你就直接去登珠峰。后来有登过1-2座，但都是一些没有很高的山，就可能5000米，然后登上去过。这种情况，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常见吗？像你这样，其他的峰没有登过，然后直接来到了珠峰。我所有峰都差不多去到，比如说5300，我去到5200，5000米我去到4900，其实我都有去到差不多，但没有一次是因为自己体能不行的。但你可以说对了。我现在想起2014年去，好像没有啥雪山是成功的。那为什么在那个点你要去呢？是因为你原来约定的5年的时间要到了。我现在想起会觉得自己那个时候是有点冲动，也没有真的准备很好，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准备很好的。如果现在我看2014年 Ada， 我肯定骂死他的。对，所以都是这样成长过来。但是在那之前，你有很多的失败都没有登顶过，你有想过要放弃吗？反正我给同学们也有交代了。不会，没有，因为我怎样也要去一趟珠峰吧。先去一趟，对，先去一趟，要去踏出这一步。因为其实我定这个目标是想要跟学生说，我自己遇到困难、遇到挫折，我是怎样去面对的。那当时我就提醒自己，我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放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差的一节课了。对，所以其实是那种要给学生有交代的那种压力。在最开始肯定有的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很喜欢看就武侠小说的，我觉得就是自己是一个很有义气的，说过的就要兑现的那种，要不然没办法面对学生的。对，但我也很好奇，到底有什么让我做不成？那好了，那14年那一次，真的，我觉得上天可能能感受到我想要教学生这个嘛，所以14年就没有成功嘛。对。就14年那一次，其实是你已经到了大本营，还没到大本营。我还没到大本营，我到了3300的地方，发生了雪崩，然后已经取消说不能登山了，但我还是继续去大本营。然后我们等到应该是5月5号，好像只剩下2支队伍，没得再等，因为只有2支队伍是不可能登上去的，因为路是需要夏尔巴一起合作弄这路绳的。但只有2-3支队伍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已经知道是没有希望了，
那我们只能撤了，待到最后一天，所以回来就是整个路上都想，也可以跟学生交代了。对，那你第一次去到珠峰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心里当时是什么感觉啊？我觉得正常啊，因为做一件事情不会第一次就成功的，对我学生是更好的，因为他们也在努力他们做的事情嘛。比如说他想要考大学，他想要当律师，那你就要继续把你英语学好，你要打 NBA， 你要继续练这个球技，因为我还没放弃，我还没结束，你们都还没结束。唯一比较难解决的是这个钱的问题，因为登山的习惯就是你交了钱出去，不管什么原因他不会退给你。登山需要给当地政府交一个登山的申请费用，不仅仅登山这个费用，然后比如说那个登山的团队是要几十万块钱的，然后你交出去他不会退给你的。那从那一次开始，我每一次，我家离学校大概15公里吧，我每天就骑车上班下班。很多人都有什么智能手机，我只有 Nokia， 就只能发信息那种嘛。我说没有了，我们没有钱买这个什么手机，就会跟学生说，我不是因为理想我牺牲了一些什么。当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选择你的生活的，你要选择可以让你去拿到结果这个。所以我是很 welcome， 那个很欢迎，就是我面对的一些困难，那我才可以教学生怎样去处理。就是无论是钱，无论是时间、经验精力各方面都可以。那后来第2年去了以后，遇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地震。对，就是他那个时候地震水崩，然后自己就很严重的受伤。可以说一下这个过程吗？你当时是什么时候到的大本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很早了，4月10几号就到了大本营，然后我们在适应训练然后去爬了一些6000米的雪山然后就各方面训练。那个时候是4月25号，我还记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打算4月26号就开始往珠峰上面营地1、营地2去适应了。然后那天的中午，我现在印象是很模糊，都是别人告诉我，因为到现在我还是失忆的。大概12点，我们就在帐篷里面在吃饭，然后就突然在摇晃，然后我们跑出来就看嘛，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没有人会想到是地震的，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经验嘛。那我有个队友，他是日本人，然后他感受到这突然大喊说地震。我说地震，我们在珠峰大本营有地震，雪崩我就听过，但地震有点陌生。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现地震把对面那座山那个雪，就可能几百万年几十万年积下来的雪，就像一个原子弹炸过来我们这里这个大本营，然后大家就逃跑。但我觉得我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我跑到我们的参帐里面，就像一个洗衣机，那这个参帐里面就不停的滚动，因为那个力量太大了，然后里面有刀有杯子，对，所以你会想象我是在洗衣机里面在搅拌，所以我的脸头就是各方面都割伤了，然后我头脑现在还有个6厘米的一个裂缝，然后就把我们抛得很远，就把整个帐篷都被甩出去了。对，应该那个女生也跟我一起跑到参帐里面，然后我醒了，有张照片就显示我前面那个日本那个女生就躺在我前面，然后她就不停地喊我的名字，让我傻傻坐着，因为我已经没有啥意识了。那个时候我是脑水肿各方面，那个时候就大家都会去救援就看有哪些人是有机会活下来就去救嘛。但我就没有人去管我了，因为他可能发现我整个头都流了很多血，然后整个都傻傻的，就可能会觉得救也没用吧。然后后来应该是队友把我拉过去帐篷，因为坐在那冰天雪地是零下30几度，然后基本上我羽绒服都打碎，全部都湿了。然后他把我带到一个帐篷，把我放到一个睡袋里面，就拉着，就可能就是你活也好死也好，起码在那睡袋里面嘛。然后他们那一晚就发信息给我家人，就说你准备 A 打身后事吧。然后第2天早上，我突然从睡袋自己坐起来，然后对我也觉得很神奇然后他就说我坐起来，然后就问我在哪什么，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救了。
就把我用直升飞机送回加德满都那边。我也忘了我在加德满都在干嘛，但我从一些照片我能看出他们是把我放到一个花园里面，因为所有医院里面建筑物里面都不会有人了，因为怕地震会出事嘛。然后我知道他们在那个花园里面就帮我缝针，就不会没有麻醉药，完全是没有，他们已经找不到麻醉药，就在我脸缝针啊，头部到处缝针。对，我也发呆，我看我被缝针那个时候整个脸都是发呆的，也没有什么痛的感觉，各方面。然后他们，但你是醒着的？我醒着。对，我看那个照片我是眼睛睁大的。隔了1周吧送回香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能跑去机场，然后找到那班飞机。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对，因为没有人管我啊，我连身份证都没有啊，然后啥都没有，他们只能就是说香港的医院直接派一个救护车把我从飞机送到医院那边去急救。那个时候我在医院里面，我是没有想过还登不登。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个原则，就是当我身体受伤或者是情绪就不稳定嘛，我不做任何决策。你想先安安静静的把自己调养好。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目标，我一定要完全康复，因为我不知道那后遗症有多大。脑海里面医生说有很多淤血，他说我会可能会突然抽搐，但医生后来说很神奇，你1-2周后啊，说淤血都不见了，然后一次抽搐都没有，然后就是这样用很短的时间就康复了。你的生命力还是很强大的。对，因为我其实现在都有印象，当年听到尼泊尔的那次地震，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们可能80几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嘛，有记录以来15年的时候。对，因为当时我还看到一个纪录片，专门就是讲尼泊尔这次地震的，叫那个 Aftershock 余波。对，加德满都也是很多地方都被夷为平地。对，然后在那个大本营那里，当天是中午12点钟的地震。对，有一些人已经开始登山了，是他们已经在过了第一个营地，在往上攀登的时候开始的这个地震，然后引发的大的这个雪崩。我有个队友就是在那一次地震死了。是你们一个队的？对，只是我这个团队，所以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上天对我还是非常好，因为他让我完全没有这个记忆，也其实也有可能有部分人就是有叫灾后 PTSD， 对 PTSD。但是我不知道你经历过这么一次，可能面对你认识的朋友的过世，以及你自己经历了这么一种濒死的状态，你自己对死亡有一些不一样的感知吗？我不会有错误期待，就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就人生就生命总有一个没有绝对安全的一个一种生活模式吧。我会更加觉得应该活在当下，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情，对，更珍惜身边的值得你珍惜的人跟事。你的这个恢复的过程，你说其实挺快的，是吗？对，我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吧，然后我记得我应该是8月份9月份我就能骑车去五岭，就是那个4000多的那个山嘛，我能骑车上去来回2趟。那个医生也觉得很神奇，就说我非常专注，他说你来一个队我都没有看你拿过手机出来。然后我说没必要，我真的需要治疗结束我就回酒店休息睡觉。然后第2天我就去骑车，骑完车第3天我就来治疗，反正就是日复一日这样吧。然后1月份啊，应该是1月份，我就参加港百，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拿了全场第10名，是香港第1名的，我还记得。对，你让我想起来刚刚这个过去的正在进行这冬奥会，那个美国的滑雪名将那位女生叫 Lindsey Vonn 林赛沃恩，她今年41岁参加冬奥会。她在大概1周前还不是2周前参加另外一个世界级的这个滑雪比赛的时候，自己的膝盖的那个韧带断裂，然后1周以后她就去参加这个冬奥会。我觉得你们2个似乎某种程度上非常的相似，你们的体能上和你的精神的毅力上真的非常的强大。当然他在比赛的时候
受伤了。但他最后那个文章里面说的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振奋人心。他说 "The only failure is not trying"，就是你唯一失败的就是你不去尝试。任何其他的事情其实都不能算失败。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还是挺鼓励和激励大家的。是的，我跟你这个也太像了。也没有你这么严重的受伤，然后5个月以后就开始。对，我觉得康复的香港第一。对，我觉得挺神奇的。为什么受伤后身体会更好？因为我更知道怎样去调整自己那个心理。我觉得很多时候的表现是包括你的精神跟心理那个状态的。但自从那一次，我觉得更多的所谓的杂音已经不会在我身上发生了。所以你什么时候萌生了再回去登珠峰的想法？这个我2016年我没有，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PTSD，我担心我去了登山那个时候我会什么记忆我又回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对水山有没有这恐惧，所以我就在2016年我就决定去登慕士塔格峰。就之前这有什么区别？没有，他7600，他没有800，对，他7000多。不过你说的对，因为我看那个纪录片里面也有写到，里面记录的一些当时的登山家和向导，有一个人好像是登珠峰，就是他是向导吧，登了可能有10几次还是20次，但是自那一次这个地震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珠峰。其实我也有几个队友，他也不再回到珠峰，然后我也在想试一下登7000米吧。如果7000米可以的话，那应该没问题。登的那一次就是那个状态非常好，对，因为登顶了，登顶了。然后那一次还是自己登顶。自从登了慕士塔格后，我发现我有什么回忆啊，也没有什么负面情绪啊，也没有什么情况。那我在想，我各方面的状态都很好，那我找不到理由，为什么我不把珠峰把这件事情再去做了？对，因为学生已经劝我，所有学生劝我放弃了。对，我也想问你，学生和你的家人朋友，我家人就没有劝我放弃，但学生就会说：“Ada，你已经很厉害了，你不用登，我们都知道你能登上去。”然后我说：“那我的原则嘛，我也想教他们一个课堂，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你放弃的原则是什么？当我们越接近你的目标，你会发现有很多更合理的理由来劝你放弃的，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就是合理化你不去做了，越接近就越多这种事情发生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放弃的原则就是我生命有没有受到危险，我不冒险的。那个时候我登了慕士塔格，我觉得各方面身体状况都很好，那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做？那你的家人你说没有任何反对吗？我印象中没有，然后没想到那阻力是来自学校的。那我跟学校说17年我会去登珠峰，学校已经说如果你要去你只能离职，因为你已经2次了嘛，耽误了你上课。对，就会觉得耽误上课。当然我第一次登珠峰是整个香港都是头条，然后所有人连学校啊每一个人都很鼓励很支持，就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你第一时间做大家很鼓励，但一次一次有失败，很多事情就会变味。就我觉得好像是世界末日嘛，因为这个是我唯一过不去的坎。其实我在登珠峰的时候，我什么困难我都要想到的，钱啊时间啊受伤啥都有想到，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没有了一份工作。没想到，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我有想到会没了这份工作，我可能就不会定这个目标了。因为对我来说，教育对我来说不是一份工作那么简单，我觉得是我的生命的。但那个时候我跟我妈说，我妈说没事啊，从9月份我先把所有的钱存起来，然后到时候你去4月份我们还有半年时间，然后这钱是够你去登珠峰的。然后我说那如果登珠峰我又登不上去，然后我妈说没事，那我再把往后那几个月给你半年找工作。我觉得父母能支持到这个点，我妈应该是非常少有的那一批的。
肯定是担心你的安危的，对吧？对，但是他知道你的梦想可能比其他的更重要。对，也可能过去那10几年，他知道我跟学生那个相处，然后他也会觉得，如果你不上完这一节课，你可以怎样开启另外一个节课。我妈有这样说过，然后我底层里面我也觉得，这一节课我都还没完成，那我真的找不到什么理由不把它完成。但如果你从学校离职了，你怎么再完成这节课呢？其实应该是我妈说，你是离开一份工作，继续做这个教育，都是生命影响生命嘛。就像我现在在工作，我公司里面同事都叫我 Ada 老师。你是啊，这个你包括我们昨天一起爬山的时候，我的朋友说他想要去击剑啊，想要去，你立刻就开始告诉他，哎，你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就应该要去把你的目标设定在这里，然后一步一步，你不仅给出了目标，你还给出了方法。你会告诉他你应该去参加什么，你应该去找什么样的教练，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一步一步的去完成你的目标。对，所以我觉得是职业病，我觉得已经内化在你的身体和生命里了。对。那你再次回到珠峰，就是2017年那一次，是当时回到大本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人都会有很多的情感感慨，我是没有的。我又是每一天很专注的，下了班叫我训练我就训练，我连写日记都没有。反正在你也不想要记录一下每天的心情？没有，就我觉得写太多，很多都是一种杂念，是一种消耗的。你是刻意让自己不要有杂念，还是你本来你就杂念比较少的人？我的身边就会知道我的情绪就很容易很开心的什么，但不是那种很多的那种伤春悲秋的人。可能我这种性格是特别合适登山的。对，所以你说到底是我奔向雪山，还是雪山选择了我？我是觉得是双向吧。我能在高海拔7000米8000米都能睡10个小时的人就特别合适在雪山。然后你说在雪山1个月，我也没有想到要看手机想这个那个。然后你说登到顶峰，就除了拍张照，也没有啥兴奋感觉。没有兴奋吗？没有。我最兴奋的就是第一次登顶珠峰，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开心，说着我终于做到了，回去可以跟学生交代了，就不用说又做不到。然后心里面跟自己说 Well done Ada， 你做到了，下山吧。然后后面的时候登顶珠峰都没有任何的情绪。你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登顶了，你不在上面多享受自己得之不易的。对，你可以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上去，一路上真的是不简单的。对呀，对，但没有登到顶峰，你只是成功了30%， 70%还在下山。我第一次登顶珠峰是那个夏尔巴，他不舒服，然后他说 Ada 你先下去，我休息一下。那我也没想太多，你既然叫我下去我就下吧。但本来应该是你们两个一起，一定是一起下去。我也不熟那条路线，我只登顶过一次，然后几十条绳子我也不知道哪一条是今年的，旁边全是悬崖然后他也放心叫我下去。因为如果不小心用了旧绳子，那个绳子可能会断掉，对吧？对啊。然后到底哪一个点有这个危险点风险点，我也是第一次登顶珠峰但他叫我下去，那你心里会害怕吧？那个时候没有，我也没有想你叫我下去我就下去，然后我就看着一步一步。当然我有刻意的跟自己说了，不要兴奋，也不要觉得自己登顶已经成功了，你最关键你是要下到大本营。那这次你自己一个人下山的过程当中是相对比较顺利的？每一次都挺顺利，因为其实我登了4次珠峰嘛，其实有3次都是我自己下来的，就是下尔巴都会叫我自己下来。哇，那他们也很信任你？他们是把我当做一个家人，或者是因为下尔巴如果你不跟这个客户下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的。第一，可能这个客户不会把这个什么登顶奖励 bonus 给你的，但他们就对我这个信任，也已经不是说什么客户我不会说你没有陪我下来什么，我反而是很担心，我没有陪着他
他万一出事怎么办？其实我下来反而是更担心是我的下巴，他什么时候下来啊？结果到最后就是你的体能比他还好，我只要专注我做的事情，但他要帮我安排很多的事情，所以他们体能肯定有很多的消耗，他们消耗比我大，物资啊各方面他们都要去处理。然后整个登山季里面，他们要铺路绳啊，还有做很多的事情。所以你说我的是不是体能？虽然他们整天都会说笑，说啊，Ada的体能比我们好，怎么样？但无论怎样，肯定他们是非常优秀，在雪山上面。我好奇一个小点，就是为什么不？你只能用今年的新绳子，为什么不把过往的这些旧绳子取掉呢？对，我也很好奇。那个时候我在想，几十根绳子你可以把它清理掉吗？因为危险啊。对。但主要是因为很多时候嘛，我们登山季结束了，就比如说还有人下来嘛，但可能那个时候就暴风雪了，没办法再上。那上面就挂着几十条。对，从第一次的绳子一直到现在。对，可能有1-2年有拆过，但那个就是哇，20几30条的绳子。所以我现在跟夏尔巴一起登上去，我就很关注这绳子的颜色，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机会自己下来的。哇，这个又多了一条需要专注的事情，很复杂。是的。2017年登上珠峰，第一次登上珠峰，然后就开始去不同的地方比赛越野跑啊，去继续攀登其他的山吗？雪山吗？没有攀登雪山。没钱了，因为攀登雪山费用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只够去世界各地去参加一些越野跑。那其实你可以找点赞助啊，那些事情对吧？我好像参加比赛的人都可以去拉赞助。对，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啊 ，Ada 你是香港第一位女性登上去珠峰，肯定可以拉到赞助的。但我自己有个原则，就是我觉得这世界上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最怕的是什么？当别人赞助你，他会永远把你放在顶峰上面的，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就会帮你做一个形象，就是你很厉害，你是世界第一，你是什么第一，这个第一那个第一，让你永远停留在那个点，你下不来的。我不喜欢这样，因为如果是这样，我没办法从零开始在做别的事情。对，这一点我深有感触。过于完美或者过于不完美都不是真实的你，是很难做到说让大家完全看到一个最真实的状态。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清楚，你自己是谁，你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别人说的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千万不要把自己摆在那个别人眼中的你的那个位置上，那你就丢掉自己了。登了珠峰，我一个朋友圈都没发过。登了珠峰你也没发朋友圈？就算哪怕你说第一次什么登顶珠峰，一个朋友圈都没有发过。哇哦！然后就算你说，那我做不到，我还是会发的。我没有。然后哪怕就是别人评论我从来也没有看过任何评论。就有时候朋友突然说：“哎呀，你不开心啦，那些说的都乱说。”我说：“你说啥啊？我不知道发生啥事。”因为我从来也不看。对，这个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觉得登山带给你的快乐，它到底来自于哪里？因为你说你也不是会抬头看看风景啊，你不会，也不拍照，也不拍照，就是这个快乐源自于什么？我觉得快乐是源自于整个过程，然后我知道自己能走多远，然后我能感受到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体能能坚持几十个小时。我跟我的夏尔巴在面对这个挑战跟困难，这一个眼神我们就知道对方，然后很了解对方。对，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你会觉得就是我花了7年的时间完成了我的目标，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之后，会觉得有一点点不知所措吗？不会，做每一件事情我快要成功那一刻之前，我已经习惯定下一个目标了。我还没登上去那一刻，我就想，就是我希望能带中国女子登山队去登珠峰。对，你还没登上去呢，你就在思考，我就思考我下一步。然后当我准备整个这个女子登山队，我已经想好了，就是我要速登珠峰。19年我入职那家公司，我就跟那个 CFO 说，
我唯一的条件，我没有跟他聊什么 package 啊，多少钱，工资啊，啥都没聊。我说你要允许我去树登珠峰，我怕我又要离职。说可以，Ada 没问题。就算我现在我已经想好我这一辈子的目标是什么了，我现在定一个目标，就是我这一辈子死那一刻都不能说我已经完成了。你的目标是什么？可以说吗？可以。其实我有2个目标，就是肯定我希望能继续速登我想登的山。对。然后另外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就是能让更多的企业把这个健康运动文化作为企业的一个文化，我希望能影响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这是没有终点的。更多嘛。中国女子登山队这个队伍后来你有带领他们登一些其他的山峰？没有，但有完成登珠峰。你是带着几个人？加上我3个人。你们3个人又再一次登上珠峰？对，3个女生。对。哇啊，这算是第一次吗？这个你说出来，可能有很多人就会这个不认啊，那个不认。但对我来说啊，我肯定是认，就是我没有想过啊，原来组织一个女子登山队这么难。比我想象中难很多，比登珠峰还难。对，我觉得比自己登珠峰难好多倍，因为太复杂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国内还是对这个女子登山的认可认同还是不够的，因为整个中国社会对女性有一个期待的，然后有一个人设的，就会觉得如果女生去登珠峰肯定是叛逆的，或者是会觉得女生去登珠峰为了啥，图什么？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的做这个母亲也好，做女儿也好，为什么要去登珠峰？然后其实到后面他们想要说要登珠峰，但是慢慢到最后他们有不同的理由退出，后面要找赞助吧，就女子登山队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没人相信这个女子队能成。然后后来有队友就没办法，还缺钱去，没钱嘛。到最后我在想，那你一定要去啊，要不然没有3个人不算队伍吧，只有2个人肯定不是队伍。那后来我说没事，我就把我的钱借给你吧，反正就是先去嘛，再说嘛。对，所以你说是不是一个大家很认可认同的一支女子登山队，我不知道，反正我认同就行了。对。但为什么没有想到就继续以什么女子？因为对我来说，雪山是对每一个人公平的，只是我们很喜欢就说男子啊、女子啊，这个年纪多大啊，这个年纪多小啊。其实，在雪山都是一些标签。对，但雪山你要打下来，他不会因为你女生对你轻一点，然后也不会你是男生对你刻薄一点，不会，每一个人都是客观公平的存在吧。所以我就后面没有再说啊，非要在雪山里面分什么年龄啊、性别，没有这个。对。其实这2年我观察到很多这个大家会越来越喜欢户外运动，我不知道你估计也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如果是像我这种小白，没有这么多的经历，和这个身体上也没有经历过很多的训练，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怎么样开始登山？你是想要登雪山？登什么样的山？就是从第一步开始，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我首先想要澄清一件事情，就是雪山是会欢迎跟接纳什么人都有，就哪怕你说啊你很瘦，或者是你是男生你是女生，你是什么背景，你是运动员你不是运动员，雪山是个包容所有人的。然后成功不一定是跑得最快、力量最强、什么最强的人，也不是。所以首先想要说有希望。对，所以每一个人是只要你是真的想要去接触这个雪山，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方法。但如果你说你要登山，第一你攀岩、你攀冰、你滑雪，就对于这种的冰、雪跟石头这种，你是有一种的感知的，就起码你不恐慌。另外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你能不能在野外睡着？就你可以说自己去露营2天、3天、4天，你在高海拔你去登山，你可能在那边要1个月，
1个半月。如果说我不习惯在帐篷，我不习惯在冰天雪地，我没有家里那个枕头，我睡不着，就反而是最关键。你说那个技术啊，那些雪山不是说你最强的就行了，不是的。那国内有哪座山是相对入门起来比较容易一点点？四川的四姑娘山，它大峰二峰相对是入门，起码可以让你感受你在4-5千米海拔你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在那个高海拔里整个精神状态身体的反应，这是最关键的。所以你说能不能登上一座山，你反而是看自己在这雪山里的消耗会不会很大。就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他是很厉害的，去到4500就断崖式的整个精神连判断都判断不了前面那条路怎样去走的。比如说四姑娘山的大峰是一座相对简单的，然后你去走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如果你觉得可以了，再计划下一步，那你开始去学习攀岩、攀冰、滑雪。因为在高海拔一个最关键是你不能有恐惧。那你没有恐惧吗？没有恐惧，哪怕旁边是几千，因为我只会专注我眼前那一步，我没有想很多。因为我刚刚登完那个 Mont Blanc， 它全部整座山要么就是冰，要么就是石头，都是垂直的。我现在看回照片，我在哇，好恐怖！但我爬那个时候，我没有看见垂直，我只看我眼前那一点。对，眼前那一步，那很简单啊。一步一步的，你只专注当下。对，我只看那一步。你让我想起那个 Alex Honnold 前2天在台北直播，他爬那个台北101，徒手，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全球直播的情况下爬。然后他之前那个纪录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 Free Solo 爬那个酋长峰，也是垂直，太可怕了。他也在里面说，就他怎么应对恐惧感，不是说选择压制他的恐惧感，而是选择去直面它，在一次一次的这个反复的练习当中扩大自己的舒适区。然后你会看到他确实是一步一步，像你刚刚说的，只专注于手上的那个点，脚上那个点，因为真的是垂直，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凹槽的空间让你去拉着，都是就这么一点大的，就脚的可能只有大拇指。对于他来说，有个踩点已经是很好的了，就对于他来说啊，所以很多时候的恐惧嘛，不是真的客观存在那个环境，很多恐惧就是来自我们的对这个未知的那种想法。但其实对于他每一个点都不是未知的，或者是你说对我们登山，我们不是未知的，我们知道很清楚这个点是怎么样，我们的装备我是怎样爬的，我的能力。所以对我来说，我是很能看清楚每一步，不是未知，也不需要用这个幻想。就做好充足的准备。对。这是山顶了吗？好累，终于你登顶。这是一个很好训练嘛，你走到下面，然后跑上来，要跑上来。所以如果你走路会爬山嘛，你把这个腰要挺直，然后就腹部把它收起来，收紧。所以当你往上爬的那个时候嘛，你收紧你的腹部，特意收紧你的腹部。然后平时比如说你在办公室嘛，你是这样，然后垫脚，然后用屁股收紧屁股，夹紧。然后一天嘛，你比如说每一次2分钟，然后一天做10趟。